女人透过窗户看到一个黑人跑得比车还快，还朝着女人大呼小叫，这让来自英国的贵妇非常害怕。她催促司机赶紧甩掉他，不料司机却停下车，反而让黑人坐在她头顶。司机向贵妇解释，原来黑人也是她丈夫牧场里的佣人。一尘不染的贵妇只好和这群肮脏的男人一同上路。路上贵妇非常口渴，只见司机拿出水瓶先喝了一口，随后给狗狗也喝了一口，最后按顺序准备喂到贵妇嘴里。看到这贵妇瞬间就不渴了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他在路上看到了传说中的袋鼠，袋鼠可爱的模样深深牵动着贵妇的心。可下一秒，在本地人的眼里，袋鼠只是用来吃的。晚上大家吃完烤袋鼠，准备在野外露营休息一晚。不过贵妇很好奇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小帐篷？难道她要跟3个臭男人一起过夜吗？狼叔色迷迷地回答，因为夜晚格外寒冷，大家挤在一起才能互相取暖。在他们睡觉之前，我先说个好消息，现在得物有换季活动，百搭的情侣卫衣前200单只要39，多款潮流 T 恤低至12元，先到先得，包邮到家，专属通道我放在评论区了，快冲！贵妇吓得连忙躲进帐篷，好在狼叔只是开玩笑，他们可不敢欺负新来的老板娘，而且本地人习惯住在火堆旁。第二天，他们又在路上遇到了醉酒的胖子，此人是丈夫牧场里的会计，所以他们的车里又多了一个人。原本狭小的空间瞬间变得拥挤不堪，贵妇生无可恋地继续赶路，祈祷快点抵达丈夫的牧场。殊不知牧场里此刻发生着一件大事，男孩躲在水下练习憋气，突然有一具尸体落在他身上，死者正是牧场主。他迅速起身召唤马儿回去报信。等贵妇一行人赶到牧场时，发现这里烟雾缭绕，到处哀嚎声不断。贵妇冲进去一看，多年不见的丈夫已经去世了，她为丈夫举行了葬礼。在安葬仪式结束后，贵妇准备立即离开这个令人恐惧的地方。管家听到她现在就要走，心中不禁窃喜，立即安排了一辆汽车。可就在此时，狼叔听说了牧场主的死讯，这意味着没人来结自己的工钱了。贵妇却对狼叔的工钱问题毫不在乎，她只想着快点逃离，直到狼叔上前告诉她，由于你丈夫已经过世，价值100万的牛群如今都属于贵妇，而且明日便是牧场卖牛的日子，只要出售原定的数百头牛，她立即能得到1万英镑的巨款。贵妇一听，只要忍耐一晚，便能拥有如此丰厚的回报，她立即决定改变原计划。而原本想私吞这笔巨款的管家对狼叔十分不满。当天晚上，目击者男孩突然来到贵妇的房间，告诉她丈夫真正的死因是在河边被人杀害的，最后还提醒了一下管家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第二天一早，管家就来到贵妇门口，试图说服贵妇立即离开这个地方，而贵妇却突然询问起丈夫的死因。管家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意外，但贵妇坚称有人目击了谋杀现场，还直接指向目击证人躲在门口的男孩。管家轻轻一笑，走到男孩面前，低声威胁他，如果他乱说话，管家就会打他的妈妈。男孩也只好暂时闭嘴。管家令人将他关进房间，没想到男孩挣脱了束缚，跑到水塔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宣布管家就是骗子。气急败坏的管家当即追上去抓住他，当众扇起了男孩的嘴巴。贵妇作为新的牧场主，对此实在忍无可忍，她拿起皮鞭抽在管家脸上，然后当场开除了他。 Get off my property! Go! Now! 但贵妇不知道的是，管家在牧场的影响力非常大，所有赶牛的工人都是他的手下。他不仅带走了所有牛仔，临走时还打开牛圈的门，放跑了所有牛。贵妇虽然气愤，却拿他没办法。好在财务胖子没有跟着离开。贵妇找到正在独自饮酒的胖子，希望他能给出办法。胖子果然拿出了一本账本。原来牧场现在亏损严重，原因是管家一直在联合竞争对手偷卖掉牧场的牛，非法赚取多达22万英镑。贵妇愤怒至极，决定拿着证据去镇上举报管家和竞争对手。可财务胖子却说没用，因为竞争对手在当地被称之为牛王，在这里他就代表着王法，所以告发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。财务胖子说，眼下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按照原计划赶牛群到镇上卖掉，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牧场的损失。但是如此庞大的牛群，一般人是绝对赶不了的。好在这时，一群野马奔驰而来，贵妇急忙出门查看，她惊喜地发现，有着20年经验的牛仔狼叔来了。贵妇马上出门迎接，请求狼叔帮助她把牛群赶到港口去。可狼叔一听到管家和工人被开除的消息，立刻就不干了，因为这么一大群牛起码要7个牛仔来工作，就狼叔和同伴2人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。没想到贵妇追出来跪在他面前，还承诺事成之后会将心爱的千里马赠与狼叔。但就算狼叔和兄弟一起留下来，那剩下的5个人又从哪里找呢？贵妇提议让楼里的仆人们全部上阵。幸运的是，2名女仆曾经做过赶牛的工作，骑术并不输牛仔，再加上财务胖子的话，
目前还缺2个牛仔。贵妇提议让厨师也加入，但厨师有更重要的任务，驾驶后勤马车为大家做饭。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，男孩自告奋勇愿意一试。狼叔调侃他只算半个牛仔，殊不知这位土著男孩拥有神奇魔力，剩下的最后一个漏缺，贵妇决定亲自上阵补上。他自信地表示从小练习马术，骑马方面可以当所有人的老师。面对狼叔的质疑，贵妇当即牵来自己的黑马，开始给大家表演。花里胡哨的动作虽然有些滑稽，但他确实掌握了很多技巧。就这样，6.5个牛仔开始赶牛。他们先花1天的时间找回了所有散落的牛只，可就在第2天出发之前，男孩发现当地警察突然上门，他立刻撒腿就跑，因为这些警察正是来抓他的。原来当地有规定，白人与土著生下的孩子必须要送到别处集中管理，也意味着他们小年纪就要离开妈妈。妈妈为了不让孩子被抓走，带着男孩一起躲进了水箱里。贵妇则为他们打掩护，想尽快劝走警官。没想到其中一名警察来到水箱下面洗脸，水流被循环到水箱中，导致腐朽的梯子突然断裂，母子俩全部掉进了水里，而且妈妈并不会游泳。等警察离开后，狼叔也刚好赶到，爬进水箱里救出了男孩，而他的妈妈却因为溺水身亡。当晚，大家为他燃烧火堆，举办了土著葬礼，而山顶上同样升起了一股浓烟。山顶上的老头居然是土著的王，原来死去的正是他的女儿。悲伤的男孩蜷缩在角落里不肯见人。贵妇作为牧场主非常内疚，亲自给男孩讲故事哄他开心。五音不全的他还唱歌给男孩听，终于让男孩走出了悲伤。第2天，狼叔严肃地对大家讲述了牛仔职责和纪律。随后，这支由牛仔、女人、小孩和酒鬼组成的特殊队伍，带着1500头牛，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前往港口的路程。另一边的牛王和管家正在谋划着如何阻止他们。当晚，大家把牛群赶到一处峡谷中，准备在这休息一晚再出发。凌晨时分，正当男孩和胖子一起值班时，管家突然出现在山头上。管家偷偷在牛群周围浇上长一道汽油，随后拿出火把点燃。牛群瞬间受惊，开始四散逃跑。睡梦中的大家也随之被惊醒。等他们上马追赶时，很明显已经迟了。好在值班男孩和胖子先一步反应过来，此时已经追到了牛群的侧面。为了防止牛群冲下悬崖，男孩冲在牛群和悬崖之间，期间几只受惊的牛不慎掉落悬崖。不过他俩最终还是追到头牛面前，驱赶他调转方向，致使整个牛群跑向安全平坦的出口。可就在2人预祝胜利之时，可恶的管家早就来到出口处，又放了一道火，封住了整个出口。这次就连马也受惊崴了脚，胖子被摔落马下。更可怕的是，受惊的牛群再次调回方向，全部冲向悬崖方向。胖子眼睁睁看着牛群向自己冲来，却已经无处可逃。男孩正准备下马救他，可惜牛群先一步抵达，胖子彻底淹没在牛蹄之下。紧接着牛群又向男孩袭来，此刻男孩站在悬崖边，他自知已经无路可退。他突然想起外公土著王的话，学着外公的样子开始吟唱神奇的土著歌。外公也在山上配合孙子一同吟唱。没想到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牛群仿佛被抚慰了躁动的内心，纷纷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。男孩精疲力尽，即将掉落悬崖之际，贵妇和狼叔及时出现，救下了他。牛群也终于听话地开始原地转圈，而胖子在临死前终于向狼叔透露，牧场主的死正是管家造成的，目的是搞垮他们的牧场，让牛王垄断牛肉市场。所以管家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先一步把牛群路上的水潭给污染掉了。等贵妇一行人顶着烈阳赶到水源处时，才发现水潭已经被破坏。如果要去别的水潭，他们就得多走5天的路程，将会赶不上交易。不过手下提供了一个冒险的方案，原来正前方有一个比较近的水潭，去那里能省下好几天时间。可狼叔一听脸色杀变，因为那意味着要穿过死亡沙漠，没人能活着穿越死亡沙漠。尽管贵妇跃跃欲试，还是被狼叔拦了下来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远处缓缓走来一个身影，正是男孩的外公土著王。土著王表示愿意带领他们前行。贵妇对其貌不扬的土著王有些怀疑，但狼叔告诉他，
土著人与大地有着深厚的联系，去任何地方的路他都能找见。于是他们进入了死亡沙漠，沙漠中的天气异常恐怖。很快他们就遇到了漫天的沙尘暴，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。土著王劝大家迎风前进，这样才能辨别方向。由于在风沙中呼吸困难，男孩第一个晕倒，贵妇为了救他也险些丧命。恍惚中他看到一个人影就走了男孩，仿佛是在御风而行。几天后的小镇上传遍了贵妇一行人遇难的消息，前来采购牛肉的军官迟迟等不到贵妇的牛群，只好跟牛王签合同，以高价收购了他的牛。可他刚签完字，就发现整个大地突然开始震荡。紧接着一大群牛冲进了小镇里，原来是贵妇一行人赶着牛群穿越死亡沙漠，及时抵达交易点。得知牛王想抢他的生意，贵妇开出比牛王低2成的价格，牛王却说你来晚了，因为他已经和军方签好了合同。没想到军需官当面反驳牛王，在牛群赶上运输船之前，这份合同并不生效。Load the bloody cattle now! Get off your backsides! Get our cattle onto the ship! 这下牛王和贵妇开始争分夺秒，看谁先把牛赶上运输船，谁就能赢得这份买卖。没想到牛王使坏，直接把狼叔连人带马困在了牛圈里，他们则趁机将牛赶进上船的通道。You missed the boat, sunshine! Yeah, you're too late! 眼看自己的牛群慢了一步，狼叔直接腾空一跃，飞出了牛圈。随后他又过5关斩6将，直接来到大船底下，砍断了通道的绳子，放下闸门，堵住了牛王的牛群。贵妇趁机通过一旁的大道，直接将牛赶上大船。牛王没想到自己设置的通道反倒成了他失败的关键。男孩将最后一头牛赶上船，也意味着这群不被看好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贵妇也成为了穿越死亡沙漠的传奇人物。贵妇履行承诺，将黑马送给了狼叔。这段时间两人互生了情愫，终于开始搞起了对象。牛王也将这次失败归咎在管家身上，警告管家再犯错就要赶他走。管家听到这话瞬间变脸。当牛王在河边撒尿时，管家在背后偷偷上子弹，随后悄悄上前将牛王推进河里，但牛王却一点都不怕。他知道管家不敢朝自己开枪，没想到管家根本没打算开枪，因为他早就注意到河里有只鳄鱼。没过一会儿，牛王就被鳄鱼咬死，管家却对外宣称这是一场意外，他因此接手了牛王的产业。但他的野心还不止于此，他直接找上贵妇，表明自己想夺走他的牧场。凭什么呢？因为以他现在的权力，立即就能抓走男孩，也能将男孩的名字从逮捕名单中移除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被贵妇当作儿子的男孩突然就消失不见了。正当贵妇慌张地寻找时，狼叔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他认为土著人天生向往自由，男孩不可能真的成为他们的孩子。贵妇则认为狼叔是在逃避责任。 Stay with me, and if you can't do that, then I would prefer it if you didn't return. 两人因为这件事当场分手。殊不知男孩真的已经追随土著王开始徒步旅行，没想到管家先一步派人抓住了土著王，将他关进了监狱。与此同时，二战爆发，日本军队开始向此处逼近，所有百姓开始撤离小镇。可这些土著男孩却被安排送往前线附近的岛屿。贵妇得知男孩的消息后，匆忙跑到港口。很快，男孩在船上听到了贵妇的呼喊，他焦急地回应贵妇，自己不想被拉走。贵妇请求士兵让自己带走男孩，可惜没人肯帮助他。贵妇无助地目送着男孩远去，他朝着远去的船大喊着，一定会再找到男孩，然后将他带回家。而管家一直在这里等贵妇，他特意强调男孩将被送往了小岛，正是日本军队首先进攻的目标。贵妇为了救出男孩，只好向管家妥协，决定用整个牧场来换男孩的安全。分手后的狼叔正准备远走高飞，突然看见一队军车驶向小镇，他立即意识到这里要发生战争了。很快，日本的飞机开始对小岛进行轰炸，男孩和伙伴们四处逃跑。紧接着，飞机又飞到小镇上空，贵妇所在的大楼正好被炮弹砸中。当狼叔匆匆赶到小镇时，眼前只剩下熊熊燃烧的火海。他急切地想要冲进去寻找贵妇，却被众人死死拦住。兄弟，让他冷静点，贵妇已经死了。狼叔转至酒吧买醉，这里已然也成了废墟。正巧店员向他透露了男孩的消息，男孩被士兵送到小岛上后撒手不管，那里的孤儿们全都未能撤离。狼叔打晕守船的士兵，立刻开船前往小岛。很快，狼叔来到火光冲天的小岛，本以为孩子们已经全部遇难，没想到树丛后突然冒出一个个身影，这些土著孩子居然全部活了下来，包括当时离炮弹最近的男孩，躲在弹坑里奇迹生还了下来。
没想到就在这时，日本士兵们突然逼近，狼叔迅速指挥大家上船，但这些土著孩子都来自沙漠，多数都不会游泳，狼叔只好借助一块木板，让大家借力漂浮，趁着夜色悄悄上船，而兄弟则开枪掩护他们。没想到他的子弹卡壳，眼看日本兵越来越近，兄弟只好迅速跑向其他方向，引开日本兵的注意，可自己却惨遭敌人的枪杀。幸运的是，日本兵并没有发现远处正在驶离的小船。更幸运的是，贵妇在轰炸中活了下来。她正准备跟随军队撤离，却突然听到那熟悉的口琴声。贵妇不听士兵的劝阻，循着声音跑过去，果然看见朝思暮想的男孩正坐在船头向他挥手。正所谓心心念念必有回响，他们如愿再次相逢。见到男孩之后，贵妇才发现，居然是被自己赶走的狼叔挽救了这些可怜的孩子们。两人难以置信地相拥而泣。这一刻，他们才发现，其实他们都在深爱着对方。可就在三人准备回到牧场，继续度过美好生活的时候，管家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。如今他梦寐以求的牧场全部化为废墟。他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被小男孩诅咒引起，居然拿起一把枪朝着男孩瞄准。好在狼叔及时发现那边正准备开枪的管家，他迅速跑过去保护男孩。而站在水塔上的土著王早就注意到异样，他扯下水箱旁边的铁棍，两人几乎同时出手。铁棍射穿了管家的身体，男孩也没有中弹。狼叔欣喜万分，没想到自己的胸口传来剧烈疼痛。原来中弹的是狼叔，他缓缓倒下，不留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狼叔书写完了他精彩的人生故事，而贵妇的故事还要继续。爱人的离去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最终，贵妇带着男孩回到牧场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外公再次出现，想带男孩去徒步旅行。这一次，贵妇主动放开了男孩的手，因为她已经理解，爱是不顾一切的守护，也是放手。男孩应该用族人的生活方式，释放他骨子里的自由，去成长，去冒险，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